灵魂有趣，自在相遇。本节目由3亿年轻人都在玩的 SOAAPP 独家冠名播出。我其实就是分享一下我们两个的故事吧。从教室初见的局促到赛里木湖的鲜花，故事就这样猝不及防的开始了。5次跨城见面，4座城市，1次短途自驾，我们花了大把的时间在彼此的身边。在成都，他带我去见大家初见的地方，吃了他最喜欢的 KTV 火锅。2个人通过点歌来互相交流，想想还真的很有感触。在上海某个普通的夜晚，边吃边玩桌游，赢了他都会得意的挑眉，输了就撅嘴说让让你了。尽兴的玩到凌晨。后来我们还开车去了无锡，带他看看我上学的城市，看源头渚的樱花，花瓣像雪一样落在我们肩上。他站在树下仰起头，我们给互相拍了照片。那时的我觉得，要是能不考虑那么多就好。居然有这么多故事。在杭州，我记忆里最放松的一次，没有赶路，没有行程，只是吃完饭沿着路慢慢走。晚风很轻，灯光很柔，边走边聊聊最近在干什么。那一晚好像不用考虑任何事。吃过无数顿饭，无数次深夜聊到2、3点的 deep talk， 从家庭聊到对爱情的看法，从第一次心动的记忆到对未来自己的规划与想象。我们把心里藏着的平时不会说的脆弱都摊在彼此面前。他带我闯进了一个我生活之外的世界，也是他教会了我很多，要在和对方相处的时候真诚地看着眼睛，怎么给予约会仪式感，要大方方地表达，要在出现矛盾后不去逃避，学会坐下认真地说我的感受是什么。可是走出节目里那个像气泡一样又美好又脆弱的乌托邦，我竟然发现心动和喜欢好像撑不起一段长久的恋爱。我们认真聊过很多次，在深夜的电话里，在并肩的路上，在车的主副驾，聊未来的学业，聊未来的规划，聊生活节奏，聊亲密关系的期待，还聊处理矛盾的方式。每聊一次不确定就多了一份，模糊还是清晰，一切都不太确定，像在迷雾中看不清路。我慢慢的逐渐失去了那种只要喜欢就能克服一切的信心。一开始我凭借一腔热情往前冲，觉得只要足够认真，足够勇往直前，总能找到办法。可后来渐渐意识到，我那种先稳定自己再慢慢磨合的节奏，和他对初恋的憧憬和期待，步调里可能藏着现实的错位。我们都在认真的对待这段关系，也在努力的靠近对方。可越靠近，我渐渐发现彼此想要的东西和我能给出的东西不太一样。他抱着对恋爱最纯粹、最不掺杂质的美好期待，他值得一段没有那么多纠结的感情。而我自己呢？或许以我现在的样子，可能还不够成熟，我没法稳稳地接住他每一次的情绪波动，也没法对一个充满变数的未来做一个承诺。我不想带着自己还没理顺的一地鸡毛闯入他的初恋，消耗掉这份难得的真诚，更不想仓促决定我们的关系，消耗我们之间那些珍贵的默契和温柔。我和他也试过能尝试的相处方式，试着拉长见面的间隔，看冷静下来会是什么样，结果却是又更犹豫。试着减少聊天的频率，给彼此多一些空间，反而更加尴尬。试着吵架后立即和好，但有些话说出口总会在心里留下痕迹。试着包容那些不一样的习惯，但有些差异不是包容就能消失。换不同的人主动，可总是对不上热情。每试一次都逐渐感觉有些差异，不是不够喜欢，而是时候未到。可能我还没长成那个足够成熟，能完全接住对方的人。于是我决定就停在这里。
那天分开后，我回到家想了很久，很安静的觉得，就这么停下了。我觉得不后悔相遇，也不遗憾这个结局。最珍贵的从来不是在一起的这个名分，而是我在他身上学到的东西，一起成长的痕迹，还有彼此认真对待过的心意。未来我想换一种身份，以更轻松的朋友的方式，继续出现在对方的生活里，不再前冲，也不再纠结。当然这次旅程呢，我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吧。我准备了一束花，是我昨天挑了很久很久，然后也是我自己去很认真对待的一束花。因为当时最后一期赛里木湖边上，我给你了一束洁白的鲜花，它里面有白色，是那束花最开始的白色，上面我加了粉色的色彩，是你最喜欢的颜色，中间有一些蓝色的小花，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它也代表在那个冬天蓝天那个蓝色的赛里木湖，代表我们那段时间特别珍贵美好的记忆。我送这束花的想法是给我们这段关系做一个纪念的意义。当然还有一个就是，我想，这是我自己画的一个咖啡杯。我们当时去无锡，在那天玩得很开心，我觉得可以当做一个我的留念吧。好，谢谢你。抱一个。Hello， 李佳凯，用《小幸运》这首歌来打开我们的故事，再合适不过了。我之前是一个听歌不怎么看歌词的人，我也看不太懂，所以我一直以来为这首歌是表达幸福和甜蜜的，像它的名字一样。但不知这首歌是不是为我们的结局埋下了伏笔？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。确实，在参加节目前，我从来没有过心动的瞬间，我甚至不知道心动是什么感觉。所以在这趟旅行里，我一直都说，我怎么感觉我俩的相处模式这么诡异？1月25号，电台那天晚上，大作老师问我，诡异有没有可能代表心动呢？我下意识就否认了。尽管戴老师希望我更诚实的表达内心，但每次和你说话都会忍不住伪装起来，让你感受不到我对你的好感。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。节目结束后，你居然真的越来越贴近我的理想型。发现你小子确实长得挺帅的，头身比也挺好。3月3日在上海，你跟我说，我们作为100%朋友可能更自在些。我当下第一反应是非常生气，因为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彼此靠近的，然后变得懊恼。明明我都把要如何追到张远这个通关秘籍已经告诉你了，你怎么连标准答案抄都抄不来呢？但后面我慢慢发现，其实是我在感情里比较拧巴。所以从那天起，我开始正视自己的问题，想要挽回这段感情。这世界上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真正同频的人，但没关系，我可以偷偷调频。我以前从来没有1个月跑那么多次江浙沪，可能还是嘴硬吧。嘴上说的是来工作，实际上待3、4天，只工作半天吧。其他时候都想和你见面，从来也没觉得自己那么高能量过。3月20日，第一次以朋友的身份见面，有点不习惯，也有点不甘心。如果能做恋人关系，谁还想停留在朋友阶段呢？4月3号到4月6日，我又来上海找你了。你开车带我去你的大学，给我分享你的生活。我觉得我们之间关系有在慢慢变好。当然，我也邀请你去3亚陪我一起过生日。
可能你觉得关系还没有到那一步吧，所以拒绝了我，但没关系。